艾特大冤种来看2025最新恐怖片《塔古特》，为什么女儿要为恶魔父亲报仇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话说在一个月色如银的晚上，阿迪被玉米地的异动惊出一身冷汗。随后他在玉米地里发现师傅老卡躺在一棵枯树旁，浑身是血，鞋子也掉了。他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师傅就像是神一般的存在。随后阿迪走上前碰了一下老卡，哇塞，万万没想到老卡的脑袋竟然掉了下来。故事要从12个小时前讲起。小乔在一所伊斯兰寄宿学校学习，他最喜欢看的节目就是电视台对老卡的新闻报道。此人是本地的一大新闻人物，拥有特异功能，能治好各种疑难杂症，村民对他都是无比的膜拜。小乔看的是津津有味，有时还模仿老卡的动作。他的老师就提醒小乔，意思就是这人是个大骗子，让小乔不要相信那些报道。但是那些现场拍摄的视频确实无法造假，小乔不得不信啊，在他的心目中老卡就是他的偶像。画面一转，二傻带着女儿来找老卡帮忙，他没有什么疑难杂症，身体被绑，他就是缺钱，他想让老卡帮他钱生钱。这时阿迪来叫二傻进去，只见他把自己仅存的几张钞票放进了老卡面前的木盒子里，老卡就让二傻必须把手放在木盒子的上面，接着老卡念念有词，然后在一番迷之操作后，哎呀，二傻的手掌竟然自我恢复。二傻觉得也太神奇了，更神奇的还在后面。老卡让二傻把木盒子打开，哇塞，满满一箱的钞票。二傻在开心1秒之后，他的贪欲上来了，还想要更多的钞票。老卡觉得这个事情好办啊，但是需要二傻进贡祭品才行。二傻立即意识到他的女儿就是祭品。与此同时，小乔正在做祷告，突然身后出现一个长腿恶魔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然小乔并不知道身后出现了的恶魔。到了晚上，小乔走到林子里散步，突然灯光一闪亮晶晶，竟然有人叫他的名字。小乔循着声音一看，哇塞，他做梦都没想到前面站的竟然是老卡，这可是他的偶像啊！小乔都看傻了。问题是老卡手上拿着一把匕首。Kamu akan menghadapku. Kepala dibalas kepala. 哇塞，这也太恐怖了！这时好友小丽跑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小丽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她的面前什么也没有啊。小乔也发现眼前的景象消失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小乔只是出现了幻象吗？当小乔回到学校，老师在接一个重要的电话，旁边的电视正在报道突发新闻，内容是老卡暴毙身亡。这下把小乔惊得不要不要的。到现在为止，警方还未查出老卡真正的死因。这时老师拿出小乔母亲留下的物品，明确告诉小乔老卡是他的亲生父亲。这下小乔更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无法动弹，大脑顿时一片空白了，木讷地看着老师把那些物品放在茶几上。老师接着告诉小乔，当年小乔一出生就被母亲送到这里来，特意交代老师不能让小乔和老卡有什么来往。这时小乔脑子清醒了。Setiap Ainun nonton Abah Mulia, Uwa selalu bilang Abah penipu。老师也是羞愧地低下了头，这件事对小乔的打击太大，一夜之间才知道父母都在阴间等着他。当晚小乔就约着小丽去参加父亲葬礼，但是在出校门的时候遇见阿姐，他正在校内巡逻。听小乔这么一讲，他也不放心，于是跟着小乔一起去。第二天，三人来到老卡所在的村子，这里的葬礼已经准备就绪。阿迪看见了小乔，于是迎了出来，他已经猜到小乔是谁了，然后做了自我介绍，他是老卡唯一的徒弟，然后领着小乔去老卡的尸体处观摩并且洒水。小乔这才看清楚，父亲真是被割断头颅而死，也就是说那晚他见到老卡被割断头颅是真的，就是不知道他自己割的还是另有凶手。小乔发现自己的手臂上有个老卡一模一样的符号，甚是诡异啊！旁边还站着一位女子艾琳，
她是老卡的第3任妻子，外面还围着众多的老卡信徒，艾琳反倒是一滴眼泪也没有。到了下午，阿迪告诉小乔，老卡留了一些东西给他，然后让小乔跟他去拿。他们来到一间神秘的房间，阿迪就让小乔留在外面，他去里间拿东西。然而小乔却见到了诡异的一幕，窗帘莫名其妙地动了起来，问题是还来回动了好几次，接着还有人喊着他的名字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太吓人了，小乔都哭了起来。阿迪走出来看见小乔在哭，他也觉得很奇怪，然后把一本书交给小乔。阿迪就强调师傅生前就想把这本书交给小乔学习，希望女人能追随他的脚步。其实这是一本黑魔法修炼秘籍，只有老卡的骨肉学习这本秘籍才能有用，外人就是学了也是白学。可是小乔根本看不懂啊。阿迪就约小乔今晚的后半夜，他会带着小乔去老卡的神秘场所，到时他会教小乔怎么学习这本书的。阿杰打算在老卡家里的祷告室进行伊斯兰教的祷告仪式，但是遭到了阿迪的制止，因为他们信奉的跟伊斯兰教不一样，希望双方互相尊重。但是阿杰不听，坚持要在这里祷告。晚上小乔从阿迪那里学成归来，小丽就很好奇他去哪里，小乔也不说。与此同时，阿杰发现艾琳经常去一间房子，里面还有人说话，于是等着艾琳走后，他也去看了看，却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。这时小乔抱着书从外面回来，还问小丽去哪里，这下他也奇怪了，于是走到小丽的房间，哇塞，小乔正在和小丽说话呢，小乔也跟着过来，这把小丽吓到了。转眼间床上的小乔却消失了，也就是说之前跟他说话的人根本不是小乔，而是恶魔的化身。小丽连忙把摄像机拿来一看，他的确是在跟空气说话，这意味着老卡的这栋房子里有恶魔的存在，吓得小丽现在就想回学校，但这不现实，因为夜色已深啊。阿杰就答应明早带着2人回学校，但是遭到了小乔明确拒绝，他要留下来学习父亲留下来的秘籍，阿迪会教他的。阿杰为此还跟小乔发生了争执。其实那个神秘的房间住的是小卡，他是老卡第2个老婆的儿子，从小就被艾琳带大，2人关系形同亲生。晚上艾琳正在睡觉，突然他感觉到身上的毯子被什么东西拉下来，他吓得坐起来一看，只见地板上似乎蹲着一个人，于是走过去掀开一看，哇塞，里面竟然是小卡，他的意思是老卡来了，吓得艾琳也不敢出来，透过缝隙果真看见老卡走了进来。这个梦中的恶魔可真是把艾琳吓到，他觉得再也无法入睡。到了后半夜，阿迪带着小乔来到一个神秘的洞穴，这是老卡生前修炼的地方。阿迪告诉小乔，师傅修炼的黑魔法的确拯救了很多的病人，希望小乔学成后也能做到这一点。然后开始了谜一般的操作，小乔只能跟随着学习。阿迪这是带着小乔入门，不过他入门看见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小卡抱着老卡的头颅在哭，接着他看见一个血乎乎的恶魔出来舔舐他手上的血液，这个恶魔样子跟之前艾琳做梦时出现的恶魔是同一款。接着阿迪带着小乔在这个村子游街，这一幕被小卡看见了，于是他高声把阿杰叫来，然后做了自我介绍，接着告诉阿杰小乔已经被恶魔附身了。到凌晨，小乔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四肢确实有伤疤，也就是说昨晚不是梦，是真实发生的。到了早上祷告的时间，阿杰继续他的伊斯兰教的祷告仪式，没想到这个村子的人都受到强烈的影响，小乔也不例外，但是似乎有神秘力量阻止阿杰的祷告，这下反倒是恢复了原样。第二天早上，阿迪猜到是怎么一回事，就带着村民要把阿杰赶走，他祷告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。随后大家都在一起说这个事情，艾琳和小卡都在那里，各说了一部分。原来小卡也得一种怪病，但是老卡却无法医治。小卡的母亲在生下小卡后就被老卡当成了祭品，献给了恶魔，也就是说当艾琳生下孩子后，她也是这个下场。突然小乔鼻子流出了黑血，没错，他已经开始黑化，他不但学习黑魔法，而且已经被恶魔附身了。他认为老卡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错，这把艾琳和小卡吓坏，他们仿佛看见了女版的老卡。随后小乔就走了。到了晚上，小乔来到村子的中央，他早已被村民尾随。随后小乔治好了一个村妇的病痛，瞬间遭到了村民的膜拜，这把小卡和艾琳都吓坏，他们意识到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，于是收拾好行李赶紧走。他们经过玉米地时，小卡突然消失了，艾琳就到处寻找，其实小卡是被小乔抓住的，
他现在已经彻底被黑化了，他要为父亲老卡报仇。原来艾琳发现老卡在等他生完孩子后就会被送给恶魔当祭品，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都是这样死的，他不想成为祭品。老卡声称已经晚了，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医治更多的人。双方就发生了厮打，小卡当然站在艾琳这边，于是冲了出来叫艾琳。没想到小卡是如此的感恩，小乔一边教训小卡，一边把那天的事情描述出来，因为小乔已经有这个本事，可以看见那天发生的事情。这时艾琳也找了过来，三人厮打起来，顿时画面交错起来，一边是小乔等三人厮打的画面，另一边是小卡和艾琳杀了老卡的画面。等小乔讲完后，艾琳拖着小乔的脚踝不放，就让小卡赶紧逃走。小卡照做了，半路上遇见了阿杰和小丽，于是三人返回原处救艾琳。可是艾琳已经被小乔带到老卡住所前面的广场，其实这里也是村子的中心广场。阿杰他们也赶来，很快村民都出来围观，双方相互声讨着。小乔当场用大石头把艾琳的脑袋砸得稀烂，这可犯了众怒。于是阿杰带头把小乔绑在树干上。此时的小乔完全被恶魔附身，他不能像老卡那样还能控制住恶魔，他已经被完全的黑化，成为恶魔的提线木偶。这时阿迪跑来希望小乔能恢复神智，但是已经晚了，瞬间阿迪就被掉了下来。所有的村民都吓坏了，恶魔大声吼叫，要让所有人都去死。阿杰一看这不行啊，他想起了伊斯兰祷告经文，于是大声的念了出来。随后所有的村民都跟着念起来，最后恶魔被迫从艾琳的身体里跑了出来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，我认为本片拍摄的还不错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，可惜结尾拉胯了，要不然可以打分4星的。前半部分拍摄的很精彩，恐怖氛围的营造简直是一流的，到了后半部分出现的拉胯，也可能是我们无法理解他们的宗教偏好而导致的认知偏差吧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